哎，我们今天吃这个，它对不上焦了，怎么？高级耶！炳胜私厨。嘿，它怎么进去啊？这个地方？啊，我们不是达官贵人，没法飞上去啊。来广州吃粤菜，肯定绕不开炳胜系，而炳胜私厨又是集团的掌上明珠。私厨有好多家店，我们今天来的是中达旗舰店。这家店是黑珍珠2星，但没有米其林。不要紧啊，好不好吃，吃了才知道。好香啊，这里味道。是啊，这个什么味儿？哦，有没有？啊，这应该是那个无咖啡因啊。是啊，对，这几款是没有咖啡因的，那个但是银行茉莉花是有的。哦，要罗汉果吧，天天罗汉果吧，那就罗汉果。对2位罗汉果。啊，我们之前都提前预定了一下，定位的时候就有个人。对，他加了我微信，然后一定要有一些东西一定要订啊，所以我就先订。你看这写着全单预留。哇，还有德宝纸巾，还送一个德宝纸巾。我这应该要给钱。哦，好吧，我自己也有。刚才说有一个预留的菜没了是吧？还得再点。他创新体验，他3个豪华，然后我原本点的是第2个，然后他说这后2个都没有了，只有第1个干一煎，而且就只有1位，就要了1位。还有个这么厚的菜单呢，好多我们俩人都没法吃，这次就给大家精选了几道菜。啊，上来就知道了，一会儿你们。可以啊。不用看了。讲究的盘子，这个讲究的杯子，餐前水果，这看着可真够好吃的，感觉像流心的柿子一样。它是橘子。对，我这颜色好像，1块7先吃一个试试。它橘子的不是橙子。我知道是橘子，但是它这个，以为是柿子呢，这颜色。挺甜的。那这个餐边在准备，有茶有汤，很专业。哇！这是那个汤是吧？汤对，包生翅肚都有，佛跳墙的，然后3根橙。那个鱼唇的这里还有。鱼唇对，这应该是鱼唇的是。对。海参2个，然后这鲍鱼。半只。没有，2个半只是吧？再有另外半只，然后还有鱼翅。佛跳墙。这是鱼唇。汤倒是炖得很清淡，不是那种稠的。是这种清淡的哦。有一点点胶质，味道。真的是比我想象中要清淡很多。而且别忘了，其实它这里的主角是这个陈皮。它其实里面陈皮就只有3根，很珍贵的陈皮。哇，这个是能喝到陈皮的香气的。它这个香气是等于像是在空气萦绕在这一口汤里。对，它在汤的上面，飘在上面。你不要再插我话，当然很难解。味道全在这个汤里面。所以这里面东西都没有味道，就是汤的很淡的味道。这鱼唇很滑。对，我觉得煎的。是用筷子吧？得上筷子。就上来啊！这鱼的唇这么厚的吗？大鱼啊，可能是比较大的鱼。黑松露花椒仔，这道菜不贵，88块钱的一个前菜啊。它可能摆盘上面本来是一个花椒配一个松露，是不是？但是这种凌乱一些反而更漂亮啊！哇，有艺术感，凌乱的美。看着不错。花椒这种脆的，应该属于很小的花椒仔，很小的那种花椒，几乎没有任何味道，就几乎就是这个黑松露的香气，比较还是比较清口，很清淡。对，
花椒这么一道重菜，这种开胃的很少见，是吧？很少见，真的是。这是一道大菜哦。哦，风干蚝黄，我第一次吃这样的。它刚才上来2个盘子哦。哇，人家把这个菜剪得有棱有角的。是啊。我先组装起来，然后让他吃，先让观众吃第一口。哇，这2个不要小而已，闻不出来。哇，观众朋友们快吃！哇，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，风干的好。是啊，有酒味儿。没有，但它就更多是一层带来甜味儿。它除了甜味儿，可能也有点那种浑厚的香味儿吧，很难解释，因为它蚝本身风干之后风味就更浓，所以这是一大坨鲜味儿，一大坨浓郁的味道。吃一下，说它为什么要配这个生菜吃呢？可能生菜只是做到一个清爽的口味，平衡它刚才我说这一大坨鲜味儿。然后这个东西我只能亲自尝一口了。尝了也不知道是什么，不知道是黄瓜还是蜜瓜还是什么东西。也是。反正不是葱，不是姜了。不是姜。就这个东西最美妙的一点是，它留香非常长。就你吃完它之后，就是有一段时间都能品尝到它带来的回味。小四冰里边呢，我们给您搭配的酱汁是冰烧五层花的酱汁，只适用搭配冰烧五层花。对，黄芥末酱的。那你这边冰烧五层花可以看到，它的表皮要趁热吃，否则它的这个酥化度会下去。那除此之外，这个金黄色的脆皮叉烧，这个是90年代广州人心中非常记忆点。是吗？我知道丽苑的这个烧肉，我知道丽苑其实很下饭，而且它这个脆皮叉烧怎么做得好，入口即溶的这种肥油感是很难去刚刚好的。对，再往边上来这款粉料雪花牛肉，这款叉烧呢是我们13年的一个创新做，很肉香，很有嚼劲。这个是甚至有一点到风干鱼这种牛肉的那种感觉，但实际上它吃起来很新鲜这是我们13年做的一个创新。这个酱汁也是秘制，所以可以尝试一下。再往边上来，经典黑叉烧。经典黑叉烧里面我们搭配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，您吃起来口感肥而不腻，这种口感是比较难得的。那红色的红酒雪梨也可以搭配一块食用，有清口的效果。趁热吃。好，谢谢。其实我之前就对这个没有什么好感的，因为我觉得一大块肥肉太奇怪。所以今天如果这个我都觉得好吃，那是说明很厉害。甜芥末。怎么说呢？我觉得上面这层真的超级脆，那下面的肉你看到它其实有挺厚的一层脂肪的口感，是2层脂肪夹着1层瘦肉，是挺咸的，挺咸的。哎呀，应该要下饭吃，弄少一点酱。刚才介绍说这叫什么脆皮叉烧还是什么来着？哇，脆皮叉烧，它入口融化主要是。它这边几乎都是肥油，所以你想一下吃到肥油的感觉。哇，淡腻吗？这样？我觉得不腻，因为你就1人1口嘛，你不会吃太多。然后它外面这一层还是有一些甜的味道，所以甜的味道中和那个腻的味儿吧，可能是。下一个说是他们原创的这个叉烧牛肉啊。这牛肉不是叉烧吗？叉着烧的牛肉。对，就是叉烧做法的牛肉，也是他们自创的，但是牛味还是很浓的。一口咬下去就有那种牛油的香气。牛油香气。这边肯定是全熟了，没有任何疑问，但是肉质很软，不会说就是咬不动啊。就跟叉烧差不多。有牛肉味儿的叉烧。BBQ beef。最后就是经典的叉烧了，来检阅一下。检阅一下。最后一个出场，
其实压力蛮大的。对，你这么就能看到嘛，它这个一半的肥肉，花纹是非常明显的。但外面烧的是有这个脆皮的，不能叫脆皮，就是有脆的位置，你吃的时候是能感受到的。所以这有一个口感的碰撞。好吧，我觉得没有那刚才那个牛肉好。刚才那个牛肉。下面这一道是君安头菜牛3层蒸石哈，我们用荷叶把它盖住，为了把牛肉跟石哈的香味激发出来。而这道菜最大的主角应该在君安头菜。君安头菜作为一个调配料，但它是必不可少的。就咸菜嘛，就是。大头菜，对。大头菜。石哈呢又不同于牛蛙，它品种更大只，并且它的肉质更鲜嫩一些，并且这是我们现海水养的。可能是我们在拍照的缘故啊，这时候经理又过来给我们讲了一遍这道菜的历史。君安头菜是来自顺德。就这种是吗？顺德君安啊，对。对，我们吃的时候不是只是一个一个吃的，就是要要么就是牛肉跟头菜一起吃，要么就石蛤跟头菜一起吃。这是一个怀旧菜，过去的这种食材就是把它拼配在一起，对，就是要老菜新吃。它这个可能这个菜卖480吧，贵就贵在这石哈上面，因为特别嫩。你吃了吗？我吃很嫩。它其实这样包的嘛，它这一直下面其实还是热着，它很容易老，它超级嫩。牛肉呢？牛肉怎么样？牛肉就有点逊色的，它其实应该再多给我点哈嘛，它就是。那可能就不是这个价钱了，是吧？你其实吃这个哈，这哈是比较清淡的口味嘛。是能吃出荷叶的香气的，那牛肉本身自己味道比较重，就吃不太到。哇，好香啊！哇，好香啊！这菜还要摆盘哦。苦瓜，怎么样？谢谢。哇，感觉很强这个。这说是在炳胜私厨才独有的这个菜，这很花费心思。这个菜它是在云南比较寒凉，然后它再用比较温性的牛肉汤中和这个寒，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个是牛肝菌的肉苗，这盘菜给大家看一下，什么叫baby牛肝菌。然后这还有苦瓜也是寒性的。这个汤你喝一口，它其实也是有番茄的那个酸甜味。蔬菜这种蔬菜汤配番茄是很好吃。很多那种高汤蔬菜煲里面一定要搁番茄嘛。还用怎么品控？它这个蔬菜都做出这么多花样来了，我已经叹为观止。已经到甜品环节了，我们都没有点主食，因为吃不下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主食了，老家最经典的菠萝包。经典菠萝包，橙香酥皮蛋挞。它只要你闻到橙香吗？就是酥皮的香气。吃起来有橙子的味道。你看它这个，它是比较软的酥皮。你看，哇，软酥皮。哇，这个内馅还是挺好吃的。是啊。奶香味很浓郁，然后不甜。不甜。interesting。重头戏来了，哇！哇，你看它这个。很硬啊。ASMR， 我们这是。好了，好大一口，我看人家就直接掰碎了，因为它里面是空气，撕碎，空心的。看菠萝内馅，看掰开是这个样子，它里面是空心这样。哇，好香啊！我已经闻到了这个。它们这个皮好脆哦，皮脆。哇，这个感觉好像 AI 的这个纹路都像是假的。甜味基本来自这个菠萝内馅。那其实这个是有点甜的。在香港吃的菠萝包，它其实是上面这个酥皮是会做糖的。它这个反而不太甜。还行，我们这个就正好2个人的量，不多不少。全部吃完，1200块钱一位。这石哈是小份的，是368。对，我们看的这个高汤菜也是给我们弄的小份，是60。
这顿饭吃下来，其实质量跟创意都是相当高的。观众朋友们，如果是要请贵客吃饭的话，那么来这里是相当合适。不过因为我们来之前期望还是过高了，虽然食物很出色，但是没有说震翻我们天灵盖的那种震撼，这也算是一种小小的遗憾吧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希望大家喜欢。